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好文。好，今天我们来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今天的题目是谁在偷偷暗恋你？哦，那表示这个人离你很近哦，他已经就在你附近了哈。谁在偷偷暗恋你？我们今天来帮你捕捉一下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他是跟的连接是如何哈。那这就是今天的3张牌哦。那等一下看近的时候，你需要看久一点，看一下暂停哈。来，第一张牌是恋人牌。好，第二张牌是，其实这张也是恋人牌啦，可是在这个牌组里面是所谓的一个连接或是什么哈，通往还是什么的，好，就也是一样是恋人牌哈。好，第三组牌是圣杯6。好，就这样哈，你们都很会选牌了哈，每次都说一遍。反正呢，如果你眼目光最难离开他，那表示共振很强，你就选他吧，去听那个故事线的发展如何，好看看有什么能够帮助你的一些金玉良言或金句，能给你一些启发。就这样哦，那选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吧。来，我们从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开始哈。总之，我们还是一样照惯例，先抽5张来看一下整个基本的能量结构是什么哈。来。哦，它就跳出来了，我也没办法，这么好的牌哦，圣杯2哈。好，来，好，哦，水能量真的蛮多的耶。好哈，来，他其实啊，这个人，这个暗恋你的人，他其实蛮常跟你互动的哈。他制造蛮多的机会跟你接近的，而且，你不讨厌他，你跟他相处起来都还蛮融洽的。但我必须说，你并不知道他是谁。哦，你现在即使去想，我觉得你也不容易察觉是谁。即使你的选单里面人数不多，但我还是觉得察觉的可能性不高。为什么？因为死神牌压在这个位置，我认为它有一个封锁线，它有一个隐藏线，它有一个要跨越的线，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转换的线，就是说它可能有一条线啦，哈，那你跨越之后，你才可以看到现实，才可以看到事实啦。当然，这条线目前我觉得是被封闭起来的。即使这么多的好牌，这么多的水能量，有一些祝福的牌哈，但都不是用来显现他是谁的牌，都比较像是显现了他的内在的一种欲望、欲求，他的渴望哦，在他的非常非常深的内心世界里，你身上有很多他想要的东西哦，有知性的，有未来感的，有一些正面的渴望，还有你性格上带来的一些舒适感，也有一些是你跟他性格上不融洽，可是他觉得蛮刺激的，蛮想追求的，蛮想好奇下去的一种动力哦。然后在他最深、最遥远、最高级、最高贵、最神圣的那一个思维范围里，他希望总有一天能跟你在一起，能跟你结婚，能跟你好好的生活在一起，而受到很多人的祝福哦。但他也知道很远。其实啊，这一副牌在某一个情况下，在某一个角度的解释下，他内心深层里有一个讯号，其实蛮像是他觉得自己好像不太配得上你，有这个讯号。哎，有这个讯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讯号被他知道，所以他用了非常多的想象，对于你想象出来的一些幻觉，对于跟你相处起来的某一些好感，他把它扩大了。哦，呃，
我觉得不是真正能力上的配不上你啦，我觉得反过，我觉得他把你想的，或是你在他的世界里认知上，第一太特别了，太高了，太远了，太不同了，也有可能真的是因为你的生活背景或什么跟他实在太不一样，他有点知难而退，所以死神牌在这里挡住了这个没办法跨越的线，他就没办法看到真相的线。我觉得没错，确实是有这一条线挡在这里，你看不到。那他在他的世界里面，他明白自己能给你什么，能做什么，然后他也明白现在的他可能也无法给予你自己拥有的更多，也就是说，你现在拥有的已经很多了，他觉得他没办法给你加分，这是他的角度哦，这是他的角度哈、嗯，性格上，我觉得他是个温柔的人啦，也就是因为太过温柔，所以他决定不冒犯你，不让你感到困扰。这样也可以说他没自信，但是我觉得他的没自信跟他的自卑，是因为在之于你的世界里，而不是他的世界里。在他的世界里，他其实是个内在很丰富哈、有很多人赞赏，然后蛮快乐的、哦，他自己一个人独善其身的快乐生活都可以哦，而且他也是个浪漫的人哦，他也是个有生命力的人，对世界各方面都充满了生命的向往。其实有，可惜的是他遇到你之后，却有一种需要重生的概念才能够进入你的世界，对他来讲太大太远了，甚至他有觉得他目前做不到。他目前做不到，因为这个重生的概念对他来讲，是他现在的生活里可能不需要的哦。所以他在于，其实他不算很理智，但他的感性跟直觉有敏锐到感受到，当他跨越了这条线之后，就是跟你告白，跟你更要好，让你知道他是谁之后，他知道自己无法给予你心中所期待的那一个恋爱状态那样的模样。目前他的角度是这样想，好，这我张是这样。来，我再继续往下翻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讯号？先看这个，这个也是跟刚刚的讲的差不多诶，主要还是他在你的世界里的没有自信、没有的自卑感，都是来自于他对于自己的过度要求，跟他过度向往一份完整爱情的模样啦。哦，其实坦白说，其实如果他没有这一种自己的心魔挡在心里的话，他其实立刻跟你告白，立刻想要跟你在一起，立刻跟你追求你或什么的，其实达成率都还蛮高的。因为权杖八在了一个受祝福、没有阻碍的位置，我跟你说，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其实只要不想那么多，去跟你告白的时候追求你或什么的，其实你在你的角度里，你会蛮欢喜的，因为这边我没有看到任何你的方面的阻挡力量，也就是说，两个人的能量目前看起来是通的，是顺的。我觉得问题出在于他自己个人身上的一个心魔，我觉得他过度理解或是过度思考这份关系的未来性。他明明就被牵引的蛮深的，可是他真的把他平常不太常使用的一个理智拿出来用在错的这个时间点了。你觉得要怪就怪他吧，我觉得他突然遇见你之后心魔出来了。我觉得你可能要高兴的一点是你在他眼前真的太好了，所以他没有自信，他觉得你应该有更好的人选可以选。目前是这样哈，这个暗恋你的人。那我们再看其他的哈。他现在跟你保持的是非常淡的联系关系而已，所以我不认为你察觉得出来他哈，你也感受不到这附近有什么很强烈的。我觉得你近期没有感觉到一个很强烈的这种暗恋或什么，我觉得可能至少他的这个部分没有释放出来，那没有释放出来这个企图心。然后，需要
他需要的时间还真的蛮长的，还蛮长。第一，他这一个心魔跟关卡的智慧没有打开，他没有，他还找不到方法，所以他第一就是他智慧没有打开，不是第一啦，他就智慧没有打开啦，因为他还是有点太相信他的想法了啦，他需要更多的声音，更大的眼界，他都没有去听，没有去看。他好像一开始就笃定了跟你不会有未来，或是他的出现不会给你带来加分，所以他就站得远远的。他一开始就笃定了。我觉得整个契机点真的需要有一个贵人，或是有其他人帮他开窍了。但是目前看起来他这边是没有的，他还在锁在自己的世界里去想这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要等他出现跑出来，然后跟你告白什么，我觉得你目前是需要再等一阵子的。他没有，我没有看到这个动力哦。他有一些应该要往你这边走来的一些能量，或是跟你告白的能量，我觉得都被闷烧了、闷住了，没有让它蔓延起来。那些动力都用来阻止他太冲动。其实他有一个冲动，其实可以跟你告白的耶，他其实有，可是因为这个冲动值里面包含了太多的害怕变成你的困扰这一件事情上，他这个能量掉到这里了，所以他原本这个冲动不在那一个要起步要有动力要引擎要打开的那个位置，他反而放在了那个为了保护你，为了不要造成你困扰的位置，所以才变成是他完全不会跟你告白位置就变成这样。我看还有没有什么机会这一题还蛮可惜的啦，还蛮可惜的，因为这个人其实是个蛮善良的人，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因为过度善良了我觉得他这题确实还是有一个契机点，就是你们之间或是你们共同要面对的事情，可能要有一个很大的事情来让你们两个现在的身份位置有所改变或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你们会有一种很特别的邂逅，或是创造出只有你们两个独一无二的事件。我跟你讲，这个真的要很随机，很随机才可以突破那一个我刚说的死神的那个边界的关口，因为死神实在是压在一个整个这个关系的定义上了，所以如果真没有任何大改变的分水岭，造成分水岭的事件的话，你们两个关系目前就只能一直这样子，他不会跟你冲动的告白都不在。我觉得是有行动力的位置上。好，帮你翻2张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条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啦？好，看看剩下的牌有没有帮你翻。我觉得，那个契机本来有一个很强的能量，但被淹没了，浇熄了。所以那个契机没有。那另外一个是，他就在强调了，你们需要的是一个特别的突兀的事件，来做一个大的转换，你们关系的转换。但我目前觉得他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将要发生，真的没有特别，就是都在看，都在等，都在看，都在等。这个时间点来看，1号牌的朋友，我跟你说，他这个人他也在等一个机会，但是他也在看一个机会，但是他其实不知道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于你们未来的想象过于慎重了啦。我是在这边我没有办法找到方法能够去敲打他，因为这个不是来看牌的人。如果来看牌的是他，我觉得会蛮容易的。但是他确实是在我们的对话里面的额外的别人，我们的讯息传达不到他那边，只能在这副牌，我最多就只能告诉你，有人可能在附近守护你啦，但要跟你告白，往那边走，时间可能还要再拉久一点讲一些好的。他跟你的关系还不错，但没有到很浓烈他没有到一个你会非常在意的人，但是你适时的需要的时候，他可能会偶尔会出现，然后也会在一个默默的你的背后的
地方有帮助你，但不是直接对于你的帮助。在工作上有可能哈。那如果是朋友圈的话，他可能就是在背后常常说你好话的那一个人哦，帮你包装了一个你无意识所形成的一个好印象或好形象，他有帮上这个忙，这是他目前尽可能做的啦。哦，因为这个能量水能量都有点，第一它水能量是杂乱了，第二水能量的数值实在太低了，虽然很丰沛，但都不在创造在你们两个的连接上了，都在于他自己把这水能量锁在他的内心世界，变成一种不确定的思绪啦。哦，他的情绪都放在这里了，没有放出来，没有给予。好，选择1号牌的朋友，这个暗恋你的人，他目前真的就是暗恋而已。来帮你多看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各方面的哦，看看这个人如何。看看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在你附近。好，先这10张，然后另外10张。我要翻的是，其实我要翻的时候，我的心态上是需要再跟你多解释一下他了。就他这边翻出的比较多的是想要给他的建议，但是他听不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只能跟你说，然后让你知道这个人正在需要那些转变呢，让你多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样的本质，所以他需要这些。首先，他需要更有创意。他需要更有创意的跟你接触，他需要更有创意的跟你告白，他需要有一个创意的点，让他有动力更加接近。他需要，第二，他需要更高的勇气跟更多的冒险精神去跟你告白。他需要，但我们讲这些他都听不到，好可惜。而且他真的他的自卑心要降落一点，这边排多要刷，他需要更多的骄傲，更多的自信哦。然后他的人的话，他的个性的话，他是其实一个非常充满生命力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非常有行动力的人。然后他对整个世界、整个感受、各种东西他都非常的好奇哦。他在别人眼里可能会有一点点是做事情3分钟热度，可是不是，是因为他对整个世界都非常有兴趣，每件事情他会愿意摸一下。所以如果有一天他跟你告白，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他会带你去认识世界上非常多奇妙的世界，而且他也是可能是冷知识知道的非常多的一个人哦。目前很可惜，他还没有要跟你告白的动力，但我很希望他跟你告白，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是非常有趣的、非常多元的、非常内在丰沛的。只是你这边的话，他把你想的太复杂了啦，他想得太复杂。那这副牌也没有任何讯号要我告诉你你怎么做会影响他跟你告白，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两个直接的连接能量没有连起来，被这个牌挡住了，所以目前选的1号牌，我只能祈求能量，或是你跟你的高我或指导灵，或是跟宇宙许个愿说，请他们把这个边界拿掉，给予他勇气，给予这一个人一个盲目的告白都无所谓，就让他来吧。哦，之后再说。哦，你可以跟宇宙许愿一下，这个暗恋的人，让他直接来吧，直接有行动力，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了。好，这就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那祝福你了哈，这人还不错，但是真的我不知道他到底还会做些什么，他会不会往下做下去，我不知道，牌子没有说，就这样咯，祝福你哈，那谢谢你来听，来我们来继续开始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2号牌，sorry， 2号牌的朋友哈，来2号牌。今天的题目是谁在偷偷暗恋你？我们来帮你捕捉他一下哈，他是谁哈？他是什么样的能量？那他位置的话就不说了，他离你真的很近了啦哈。来继续看一下，先抽5张牌哈。好，
好，现在我这样来看一下，我们的基础上来说，好，先说他对你的观感啦。你在他眼里是一个很强大的领导者，是一个非常知性的、令人向往的人哦。你在他的生活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觉得应该在工作里、工作场合，我觉得他是在工作场合里暗恋你的了。你时常做一些事情，让他有感觉到如沐春风，有一种时常让他有一种 update、更新、upgrade 都有。他时常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学习到的状态，所以他可能有点是你的晚辈或之类的哦，不一定是年纪啦，就是他的位阶或什么，因为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但这个有点太以偏概全了啦哦。那因为这些词性就以偏概全，我觉得只是说这个几率比较大啦。因为他这里有蛮多的是他仰望你的状态，他仰望你的状态哈。但我必须说，但他对你的感觉并不是所谓的崇敬崇拜的，他的对你的爱恋还蛮深刻的，只是他有点意外，竟然你吸引他的部分这么多元，除了他喜欢你的样貌，他可能也喜欢你做的事情，他更喜欢你对人的表达跟处事各方面的。反正对他来讲是非常如沐春风加赏心悦目，一种很温和、很舒适的感觉。所以你说他会不会跟你告白呢？我觉得他似乎有要跟你告白的边缘，但他还是因为某些原因跟条件，他有先把他拉回去到一个最单纯的关系里。有了，他要把他拉回去，但他最内心的世界是非常澎湃的，是一直在换水的，一直在换水的哦。他把它消化掉了，但有一个新的感觉，就是说他对你的心情，他可能用理智上把它消化掉了，告诉自己说还不是时机，或是觉得还不够，或是觉得不要打扰你，也有这个心态。他每天消化了，起床了又对你有，遇到你的时候又有一个很高度的迷恋或爱恋都有了，恋爱的感情蛮重的，这样哦。会不会告白？机会蛮大的啦，因为他处于在那个情绪的边缘里，他处在那个情绪的边缘里。好，我们继续来翻其他的哦。哎，哦，嗯，他其实对你的感受是非常稳定的，非常安静的，也强过他自己的人生跟他自己的心境。诶，如果要说他现在心很静，我觉得来源于是因为他遇到你。哦，你连我用一个比方，就是你连让他平常常遇见的噩梦，就算是同样一样的噩梦，但都异常的处在一种平静的状态，没那么恐怖，没那么恐惧。也许噩梦的内容是一样的，但遇见你之后，感受你之后，理解你之后，从你身上学习之后，异常的，他这一个噩梦竟然少了恐惧，只是个梦而已。哦，那太阳牌出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2倍以上的炙热的阳光了。这个位置是他所向往的，你跟向往的爱情生活跟向往的未来。也就是说，你的出现照耀了他原本已经光明的世界里。这该怎么说？原本光明的世界里并不需要这么强烈的阳光，可是他的出现又讲像是来了2颗太阳一样的状态在你的世界里。所以，他对于你的炙热的感受，他对你的向往，他对你的喜好，真的已经超乎了我们现在翻盘的想象了。哦，火能量、水能量，那个冲动、那一个情感都在，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人要跟你表达他喜欢你的时间不会太远了。那在于理智面来说，我觉得他连理智面、思考面，对于
应该要过度思考是否跟你告白之后会影响你的未来，会影响生活。这件事情已经大多被他对于你的某种冲动性、跟某种热情、某种想要照顾你的温柔或思维所占据。我必须说，他以为他想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他告白的情况可能会变得很随机。他跟你告白或什么会变得很随机但目前啦，还是维持在暗恋的状态。我只是说他离告白的情况有点不远了。我觉得刚刚这个能量都已经是满意的爆发出来的能够维持下去，阻止他的那些理智的能量，我觉得太薄弱了。我觉得挡不住他，尤其2个太阳的这个线索，我觉得这是我很少遇到的状况。我记忆中没有几次2个太阳的状态出现在同一个位置我再帮你翻，我还有一些有兴趣的点了，我先把一些基本的看完。只能说选到2号牌的朋友，你可能真的要遇到一个告白啦，你可能真的要遇到一个牌面很多很好的东西很多但我偷偷告诉你我不是说偷偷告诉你，我有看到一个点我有看到你拒绝他的画面呢，怎么办？但我也要偷偷告诉你，你拒绝他的理由是你当下，觉得好像不是对的时机。你斟酌了之后，你当下会有一个非常失衡的状态，是你自己的生活状态，但是你很想要求平衡的时候，然后他会来跟你告白或什么，然后你觉得现在这时机不适合，很奇怪很微妙。你今天会来看这个牌，是因为你可能很想知道谁暗恋你，但你也很想要有人跟你在一起嘛。但是偏偏他跟你告白的时候，你却有一种抗拒跟觉得失衡的状态出来后，你可能会先拒绝他，或是你会告诉他说先做做朋友就好了，因为你觉得需要先拿到那一个2个人交往的舒适感我确实有看到你背离他的告白的这个讯号啦，但你需要一点时间在背离这个告白之后，对于他的表示之后，你需要一点时间之后，你回头看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那还有就是，可能会有朋友帮他，可能会有朋友帮他，所以也有可能你会先被朋友那边告知有人在暗恋你，或是有人想跟你告白，有人喜欢你，就是有人泄密了啦，有人泄密了，有人破梗了，有可能这机会也有来，我很好奇某个东西，我来帮你翻一下。我很好奇，你们现在2个人连结的一个状态，我想知道你们的距离有多近，跟你们互动的情况有多频繁。我没有很频繁距离还蛮遥远的。你们甚至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上班，你们上班时间还不太一样你们的日夜概念是不同的你们日夜概念是不同的，所以我在想，你们遇见的频率其实不高再来是6。你终究，我这边看，你似乎终究会接受他的告白，但好像是只处于在一种你理智分析之后来试着交往看看就好了的状态而已然后你会发现你们的内心的距离很遥远，蛮遥远的，蛮遥远的，有一种神仙跟平凡人的距离，你会感受到这个
我们今天这一题谁在暗恋你，我只能帮你捕捉最近的跟感受最强烈的人，但适不适合呢？目前看起来，你好像第一时间有那么觉得不适合，但又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你们底下连接的水能量、恋爱能量却是受到祝福的，受到我看一下。受到照样的、照耀的，受到滋养的，受到有人在有能量在施肥，希望这一个桃花跟这份关系能发芽。而且我有看到未来的时间点，你的朋友或旁边的人是很开心看到你们在一起的，也有。但是确实在第一时间内你是背离他的，你是会拒绝他的。不懂这是你的考验还是？我觉得就当下时间是错的哈，所以就这样讯号我给你的就这样，会发生什么事我真的，我只能捕捉这种比较抽象的啦，让你去理解一下哈。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还蛮多冲动值的哈。我觉得可能会在错的时间里，它会浮现出来。那个错的时间里，可能有包含着你的心态、心情，或是你有发生一些自己的生活里的事情，你真的那个时间点没心情。虽然你这个时间点在看这个牌，你很渴望，但是发生的那个时间点，可能跟现在这一个你的心态并不相符啦。那我可以给予你的建议就是。你记得我常说的哈，恋情可能有好几个基本阶段，就是认识朋友、很好的朋友、暧昧、交往，还有确定在一起。确定在一起前面还有一个什么？交往。那在前面还有一个什么？好朋友。所以你可以在好朋友跟确定交往这段时间，花多一点时间，先彼此。我不是说彼此了解一下，而是彼此练习亲近，看看能多亲近，再来决定后面要不要确定关系啦。因为我总觉得宇宙捕捉到的这个能量，应该也不是什么坏的能量，而是应该说有点难得。我觉得他这个能量有点难得，有一个人这么对你有这么特别跟这么重的感觉哈。因为刚前面讲的确实哦哈，所以你可以试着相处看看，先这样就好了哈。其他后面的我们慢慢再想，因为确实这里没有那么顺的。未来式的讯号比较多，只着重在他跟你告白或你们初次认识的时候的那个能量的爆发的状态。是受祝福，是受期待，是有雨水滋养，是有阳光照射的，有，但都是在最初期你们遇见的时候。但你的部分的抗拒讯号，放在了一个非常。思维非常清晰、非常有智慧、非常有判断力的位置，所以我才说你会在第一时间先抗拒或先拒绝，你知道哈？因为它放在了一个你想得非常清楚的状态，所以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但你是唯一一个挡住这个恋情发生的人的因子，但我相信你，如果你会拒绝的话，那表示你是想得非常清晰的、非常清楚的。我觉得你当下想的，觉得你自己想得非常清晰，你做的决定是你想要的，这样就好了。好，其他的先不要想。好，我只能跟你说，我们今天捕捉的这个安领的人的情况是这样。好，他在哪？他是怎样的？好，这3张翻来了，我再帮你翻一下他这个人哈。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状态？各方面我们再挖深一点，看他这个人哈。看看你会不会有所期待了、好奇了。Oh no！ 好。我觉得我好像翻到了你的讯号我觉得你会拒绝的第一个讯号是，你以为的人比出来告白的人更好，所以你觉得应该有别的人可以替代他，这是你的概念哦。所以你会觉得先相处看看，就是有可能不符合你的期待啦哈。
第二一个期待是你不是第一个情况是你想要的，你心中所想的，你所期待的样子太固定了哈，你的内在没有完全放开来去接受各种不一样的人。但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了，我觉得每人都会这样子。我觉得可能离你想象的差太远了，离你想象的差太远了。哦，这题我就不太会给你一些建议或方针，叫你要打开心胸，我就不讲这个了，因为我觉得，因为你的决定放在一个非常有灵性、有智慧的位置，所以我相信你，所以我就不给你建议。我相信你当下应该够有判断，好，够坚持你的决定，所以我就没有看到你的疑惑，或没有看到你在十字路口，所以就不需要给你任何方针跟建议。我只能相信你的决定，我大概只能告诉你说，它应该不符合你所期待的结果。那如果你想交朋友，试着再认识更深，你也有这个意愿，那就去试吧。当你有这个意愿的时候，我还是要老实跟你说，牌面上非常多的牌支持你跟他更多的认识，跟更多的相处。牌面上有，我相信这可能是在暗示着这个人蛮难挖掘他的好，这个人的好要花时间才会知道，大概是这个暗示了。哦，但是你拒绝他了，或是你那个都无所谓，没有什么伤害，因为确实是有这一个判断的讯号，会有这一个情况会出现。好，不一定是你拒绝，你可能口头上没有拒绝，但你心里有一个成分上是想拒绝的，有哦，没有全然接受就是了。好，我觉得第二题比较，我觉得算清晰，不是复杂，但是可能跟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题目的牌的结果有点差池千里，但你还是可以等看看，好，也许比我想、比我说的、比我估的，或是你的心态上更好，或是因为你看了今天这张牌，你的心态上转变了，你的意念转了，转向更开放，转向更想试试看看，转向更想冒险，冒险精神被唤起，也有可能。好，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里面总之可以试看看，尝试看看，冒险看看啦。那就祝福你哦，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我们来从3号选到3号牌的朋友开始。今天的题目是谁在偷偷暗恋你？我们来帮你捕捉一下这个人的讯号。一般来说，如果是这个情况，应该就是离你蛮近的啦，所以就不太捕捉说他离你多远了。来直接来捕捉他其他的讯号。看一下。牌面一开始就在说，就在笑这个人啦，笑这个人是个傻子啦他叫他什么？他说你应该要叫这个人说该有所行动了啦，因为其实你也在等，然后能量其实是契合的。他在笑这个人为什么把事情想得这么实际其实可以立刻就跟你告白或什么，可是想了太多现实的因素了，可能。总之就是想太多了，在他的眼里，他可能在某方面觉得还不到时机。他这个还不到时机里面还要参与什么？他觉得他钱不够多，不太能够带你去很多地方玩然后在他内心深处里面有一个不安啦，在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很深很深有一个不安是，他有点害怕了解你在他的观察里，其实他已经知道你跟认识你够多了。但他在内心有一个无意识的害怕
这个无意识的害怕我要怎么解释？就是一种他无法解释的抗拒感，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害怕或什么，但是这里牌看出来的是他内心有一种很深、很深、很深、很难摸索的一种不安，在于开始认识你或跟你告白、跟你更接近之后。你所给他的很多随机的、很多的意外的感受，他感觉到不安，所以我才说这个牌 K 就在笑这个人说傻啦，想太多了哈，很多事情就是做下去之后才知道之后是什么状态哈。那我必须说，你们两个的关系要再更进一步，也就是说，他跟你告白，跟他浮出台面的话，他这个人自己要发生一些重要的坏事，来去转变他的心境。目前这个人的状态还算是平稳不错的，只是有一些自寻烦恼的状态，所以整个宇宙也在等他有一些心智上或者整个状态上的一个大转换了，所以他自己还必须要先发生一些影响他人生的事情之后，才会做一些转换。情况是这样。那还有一个状况是，旁边可能他的朋友，或是你们两个的共同朋友发现了这件事情，有人当做推力去推他了，才有可能哈。那不然现在的情况下，其实是你们的关系可能就维持于现在，而且我必须说，没有讯号让我告诉你，你知道是谁，因为他底下是处在一个很平稳的一个基底，他没有东西要破坏一下你们，没有东西要破坏你们的关系，所以也不会有一个未来式出现，就是你知道他是谁之后破坏你们关系的情况出现，因为被封锁起来，所以其实就是你不知道他是谁了，所以他在你附近变成一个隐藏的蛮好的，讲的蛮好的，他在默默的看着你啦。哦，牌面上确实想要告诉他说，勇往直前就做，之后才知道。其实因为你也在等，但这个讯号只有你知道，他收不到。目前这个讯号他收不到。但我还是相信一些集体意识或是共感啦。你自己心态，你看这组牌的人，选3号牌的人，你自己心态上、心智上或什么，你可以跟宇宙小小的许愿一下，让这个人浮出来，让他有勇气来跟你告白。你可以试看看，也许这个能量的传达，或是这个集体意识的一个共感，它会影响到他。你可以试看看，如果你有够强的意志力，你也愿意相信，你去试看看哈。来，还是一样，他想太多了，他对于跟你告白的一个梦幻场景的想象，想的太复杂了，要的太多了，要求的完美太多了。可是其实你这边只想要一个朴实、简单、轻松、直爽的告白，或是简单的语言告诉你说他对你有意思，其实你就已经非常幸福，你的幸福感就已经非常高了。但他这个内在的一个挣扎哈，都在他自己一个人在处理啦。其实没有人知道他喜欢你，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人知道他喜欢你哦。其实像这种题目，像今天这种题目，谁在暗恋你？这种在暗恋你的人，通常啦，其实这3组牌都有一个情况，他们都对于告白有所却步。有所却步，他们都需要一种外来的原因、外在的原因去推动他，或是创造一个特别的契机、事件，来让他产生对你告白这件事情才会产生这个告白的事情啦。所以也不要我希望来看这题目的所有人都不要太责怪宇宙，或是去，因为我会看到有些留言在骂说这样子的人不要也罢，这种我觉得有时候要换一下心态啦因为他有很多的情况是你们都没有准备好，所以并没有任何推力跟宇宙没有任何能量要你们撞击啦，没有让你们擦出火花啦。宇宙也许它有一些我没办法解说牌面放出来的力量，在阻挡你们两个因为告白然后接近啦。他没有让你们还没有让你们突破这一关，所以他会停在一个暗恋的状态里。所以那个迟疑、那个怀疑、那个犹豫，本来就是合理的存在的，因为人性嘛，人性的保护机制保护自己。而且我不觉得这会是他们的第一次恋爱，或是他们第一次的暗恋，一定有些伤口被唤醒嘛，一定有些爱情上的惊悚感还没有卸去嘛，所以要给的是什么？不是给他时间，不是给他机会，而是给彼此这个相遇的机会啦。所以等待是必要的过程所以有些人觉得你们要的是直爽的人，你们要的是立刻跟我觉得也许你会得到，但也许就是因为太直爽，所以你自己没办法应付得来，或是
没经过宇宙的整理，没经过各种时间的消化或整理完、调整完的这个人再来，也不是你也许得到了一个告白，但你没有得到了一个后面的一个好的关系啦。我只能说是这样子，我只能帮宇宙诠释的一个我常看到的讯号是这样，我只能转达给你。好，那你再思考一下。来，我看一下其他的。简单来说，就是不要埋怨啦，不要埋怨别人的迟钝，不要埋怨别人的迟疑，不要埋怨别人的踌躇或是摇摆不定了。这一排告诉时间到了，他就会说了。时间到了，他就会说。当然啦，这句话当然是本来就在的，像废话一样。时间到，他当然会说。其实不是，有的时候时间到了，他会走了。有些时间到了，他会放弃；有时候时间到了，他就爱上别人了。可是这里这一题是时间到了，他就会跟你说了啦。然后时间到了，会有朋友来拉他一把。然后时间到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智慧会开窍了，他就会有所行动了啦。选择3号的朋友这一题卡在他自我的开窍。其实今天这3组都是类似的关键点，都有一个东西要跨越所以这也在提醒你我他都在说，很多情况没有发生，其实都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理解当前的情况，也不够去接受所有决定之后的反应。就这个决定之后的反应，就像是你跟他告白之后，他跟你告白之后，你的反应，你确定你真的是拿对了反应给人家吗？这也是一点哦。虽然我们以为说会觉得以为别人没办法承受我们的反应，可是其实相对的，你确定你给的反应是你最终极想要给他的吗？你会不会在给了他反应之后，看到对方的可怜的表情，看到对方的更多的欲求，看到对方的眼神里面的光芒消失的时候，你会后悔自己给错了反应呢？有可能啊。所以他这边有是说，只要智慧不够到我们能接受后面在决定之后发生的事情啦，所以才会有很多的智慧要先开启啊，要先决定，还有一些时间还没到，什么时间还没有组合，质量还没有组合完整的时间还没到。但3号牌有啦，时间到了会启动的讯号有是往前进的有，那其实是好的方向啦，只是这个牌翻的时间可能比你想要的结果发生的时间早蛮多的。好，我再看一下别的讯号看一下你们的连结状况有什么东西是阻碍的、阻塞的。用这个来翻这个讯号比较清澈。抱歉，就是2号。其实宇宙说，讯号说，这个人是一个准备好的礼物，是一个你以前所渴望的样子的人，他的内在、他的品质跟他以后会对你的好，是你以前在某一个失落的时刻，跟宇宙或跟世界所祈求的那一个完满的样子。这个人有接近有接近，只是他可能比你想的更灵巧、更聪明所以他有很多小小的轨迹所以你会发现他有很多小聪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接受，但是他没那么频繁，他的思考非常灵活，他可能会让你错误的以为他很爱骗人，其实他因为他有很多小聪明。再来，这个人其实好奇心还蛮重的，对世界，所以有点在暗示你有可能跟不上他的节奏啦。如果以后跟你在一起或什么的，这也难怪前面我在说他思考的，他对于跟你在一起跟未来的那个梦幻场景思考的太过复杂了。果然是因为他内在，他蛮聪明的。他蛮聪明的，但是他这个聪明只有在智能上，但没有在智慧上，所以牌面上一直在强调说，他跟你告白或是跟你相遇，他必须还是要等待他走智慧上的开窍啦。聪明的人不一定有智慧啦，很多聪明的人，他们解决事情是用
对错，或是有没有效果，或是有没有加分的方式来去做事情，但是其实中间少了非常多的智慧。那个智慧代表什么？如何去处理人跟人之间的柔软，或是如何去让每个人都有台阶下，或是让每个人同时加分，看起来好像也没输赢，好像有输有赢，但他能够穿透其中的，他能够超越输赢的界限，而让两个人都在这一局中获得 win-win。看起来好像有输赢，但其实没有，两个人都活，这就是一种智慧的处理，那是一种很细腻绵密人与人之间的牵动的那一个针线，你要怎么缝起来的那一个智慧它需要它需要这个部分要所开窍也就是说，快乐吗？看一下这个位置，我觉得他还需要再学习一下，他需要有智者来提醒他了哈。那目前这个智者目前没有出现，所以只能说他跟你告白，或是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的距离还有点远，没有那么近，没有那么近。不过你现在生活里，你做很多事情，工作上你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好运，其实是他创造的哈。我不知道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但他是有意识的，在很多小时刻有帮上你，有工作上其实这一题蛮多取向是在工作环境上的，朋友关系上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朋友吗？家人吗？看一下朋友，我觉得还是工作上范围里的人因为朋友的这个水能量我就没有看到，我觉得这里出现的一些水能量比较出现在于他要跟你告白前有人推动他的能量好，我来看一下你们有的关卡面啦，你们有一个，就说你们的桥在告白，他跟你告白或是表达他对你的爱意之前，那个桥要怎么建起来？我看一下。这样靠别人一样，要靠别人。我觉得反而现在除了他自己要有所智慧要打开之外，我觉得就算他要打开智慧，他确实是需要有一个能够能够提点他智慧的人出现。所以你们两个的关系要说进一步，其实要出现另外一个人，要有另外一个人推动你们两个的关系。可能是我觉得主要还是推动他，就是有动力，有起心动念的这个概念，有对于这个未来感的惧怕的消失所以他必须真的还是需要有一个新的智慧打开，他需要遇到另外一个人。但也有一个情况，有一个人会因为工作的关系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然后你们会产生一些别的情愫会出来，但是这个讯号比较小，在我的脑海里出现的讯号比较小，但是有，所以我把它讲出来，你参考一下因为毕竟这个好像是真的是在工作范围里的人。然后也有一个小小的契机啦，你会慢慢的，如果你提高你的观察力跟好奇心，你会慢慢的发现是谁，也有，但是这个答案浮现的，在你的世界里浮现的非常慢，它在一个很深的黑暗里才慢慢的浮出来，很慢，没那么快，但是有这个讯号好，用3张牌来帮你捕捉一下这个人好奇一下这个人的心境、内在、性格方面。这个，我再帮你多翻好了，因为还有位置。这一区每次都翻不到。他是一个蛮能屈能伸的人，他在各种状况里面，他是一个快速修正自己的人所以他遇到了那个给他智慧的贵人的时候，他会立刻开窍，他会知道完全发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然后
总之啦，他的性格上是一个学习力蛮强的，蛮宽广的。我刚刚说过他非常聪明，所以他也知道某些金玉良言跟某些重要的讯息出现的时候，他会把握住。所以真的啦，这你们两个的关系真的是缺了一个智慧的贵人出现，可能是他的长辈或是他的老朋友。我觉得比较像是他的长辈会发现某些，我觉得他身边会有人会发现他在喜欢你，然后有观察到，然后也会发现他的问题，所以告诉他一些方法、契机跟方针，跟看到他的缺点、缺陷，然后他才会明白自己的黑暗面、阴暗面、罩门跟恐惧在哪里，好，不安在哪里。好，大概是这样。他的性格上的话，他是一个非常刚刚讲过了，非常聪明嘛，思维非常灵活，而且他对于新资讯、新未来、新的东西，他不太拘泥于过去，他也不太怀旧。他喜欢新的，他喜欢未来的，他喜欢每一个下一步的新颖，他喜欢世界有所变化，他喜欢不同的人，他喜欢多元哦，他对世界的好奇非常深，非常重哦。那我不知道，我有一个东西在第三题一直没讲，是他没有出现任何讯号告诉我，我现在在看，我也没有看到任何讯号告诉我他为什么喜欢你耶。没有，1、2号牌有很明显，这题到现在都没有这个讯号哎。哦，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把好多讯号都讲了。我特别去翻看看好了，好吗？我特别去翻，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没有这个讯号，特别去翻，为什么他对你这么有感觉？如果因为我后面我发现他有一个讯号的反扑，就是即使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对未来性、未知性要求、新鲜感这些东西要求这么高，也有冒险精神，他也是一种变形虫的状态，他可以今天变成这个学习状态，明天变成这个学习状态，他是一个非常灵活灵巧的人。可是，那到底你有什么特别让他这么喜欢？这反而让我觉得太好奇了。我来帮你翻一下。我慢慢翻，但我不一定确定有答案。这3张我已经看到某一个讯息，但我觉得不够，所以我才往下放。我看到某一个讯息是，他觉得你很奇怪，这个讲的有点不好。他觉得你很像是山边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影子，然后他很想去追，他觉得很陌生，但是又很吸引他，但是他又抓不到。所以整体来说，你好像是在他的资料库里面缺少的那一个。他一直觉得这一格或是他的分门别类里面，这一格一直是空着的，然后你出现，好像你就是要补齐那个空格的人。你不是一个随机的奇怪的事情出现让他觉得很好奇，而是他突然好像找到了某些宝物的感觉，有这个感觉。但也有一个讯号比较像是说，你好像不会喜欢他，你好像一直背对着他，所以他觉得怎么会？因为他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蛮好的，应该你的好你的好他会看，就是他的好你会看见，但是好像你没有发现他在某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自信上有点崩毁，在遇见你之后，他发现为什么你好像眼里不会看到他，然后或是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你发现好像他对你你对他有很多的不在意，他反而感觉。这是你在初期跟他相遇的时候激起或是唤醒他对你的喜欢的一个点有出现哈。还有一个就是，这边有看到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是因为朋友的介绍了，有了。然后他那个时候他的状态是比他现在在萎靡一点，在比较没能量一点的，所以那时候你出现的时候，对他讲是一个小小的小光
我刚想想光环，但又想说小光芒哈，这两个东西，所以你有吸引住他在一个小小的，在他小小的阴暗的角落的时候，又把他唤醒，所以他在这个整个过程里慢慢累积，对于你的好奇心、喜好各方面的一种正能量、好能量啦，所以才会变成他现在对于你有很多的复杂的思维、复杂的想象哦，也是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啦。总结还是一个很单纯，就是他觉得你在他的世界里太特别了，就这样，我也没办法玩到更多，他给的也很少，都是一些外来因素哈。好，大概就这样啦，你期待一下了哈。总结可能会有个怪人要来跟你告白了，开玩笑讲是这样啦，但我觉得他应该蛮特别的。那选择3号来的朋友，你再等等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发生的时间点没那么快，哦，告白的时间也没那么快，但是可能旁边会有一个蛮有趣的人可以跟你相处，然后别去找他，因为你会抓错人。就这样哈，这选了3号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